现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兴保全科技整合本部的执行长李荣贵。今天很高兴能够接受 Gora 跟 Computex 的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智慧防灾的一个解决方案。今天我大概分4个项目来跟各位做个说明。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一个智慧防灾，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思考，第一个，它一定有一个叫做服务的流程，这个部分包括一个感知的部分，第二个是信号传递的部分，第三个是人员派遣的部分，由这3个部分来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防灾的解决方案。那我们下面分别来跟各位做个介绍。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智慧防灾的示意图。我们从我们的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个民生公共物联网。这个民生公共物联网所代表的是来自于政府单位的公开的资讯，包括水情的资讯，包括地震的资讯等等这样的资讯。透过我们云端的借接，就可以针对我们的用户端提供一些必要的防灾的讯息。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它的左半边的部分。左半边就是各式各样的 sensor。那这个 sensor 代表的，我今天说明的是有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是水灾的部分，第二个是火灾的部分，那第3个是瓦斯的部分。我今天大概分这个3个部分跟各位做个介绍。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系统里面永远都有3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刚刚我讲的，第一个侦测，第二个信号的传递，第3个人员的服务，这3块所组成。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地震预警系统。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地震其实是可以事先知道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地震里面有分一个 P 波跟 S 波。那 P 波就是地震之前所谓发生的一个电波，那 S 波就是各位感受到摇晃的时候这个 S 波。透过这个 P 波跟 S 波中间2个的时间差，我们其实是可以知道地震要来之前，我们就事先可以侦测到。那这个是目前在国家像我们的中央的气象局或者是我们公司都有提供类似的服务。那我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在全省大概3000多所的中小学都有安装这样的地震侦测系统。那这个地震侦测系统侦测到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发出警报以后，它就能够让学童或老师可以事先做一些准备，包括把头套戴在头上，然后按照原来所规划的那个疏散路线，直接的离开教室。那这个系统其实如果要研究的话，最早其实日本因为地震特别多，那其实台湾的地震也不少，所以我们就参考了日本的系统，再加上跟国家地震中心的合作，研究出这一套的一个地震预警系统。那现在其实也是正常在运作中。那主要的其实地震系统主要要强调的是，利用这个地震预警系统，我们平常就可以做一些演练在地震来的时候就可以从容不迫的按照原来规划的路程进行避难，那这样就可以减灾。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淹水的系统。那这个淹水的系统其实有分成两大块。其实国家政府现在也认真在做这个所谓的水情的侦测。那透过这个雨量，还有这个河川的水位，其实我们大概可以预先知道说什么地方会发生火灾的。那我们更进一步是在大学里面，以这个案子是我们在大学里面，在它的那个地下室里面，我们设置的这个淹水的侦测系统。那而且会跟抽水机联动。那各位都知道，当水淹进来的时候，地下室就会侦测到，那它可以先发出警告。那第2次它就可以做一些联动的控制，可以达到这个预警，免得很多车子在地下室被淹掉。那第3个就是我要跟各位介绍，就是瓦斯联动。那这个瓦斯联动其实是这样子，它其实是靠一个叫做瓦斯侦测器那大概是装置在厨房的地方，或者是餐厅的大厨房里面。当瓦斯有漏气的时候，它会自动去联动这个瓦斯遮动法，自动帮你把瓦斯关掉那这个的好处就是，不管是地震来时，
或者是瓦斯漏气的时候，它都可以联动，可以做这个动作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地震有时候发生的时候，它的二次灾害都是因为火灾哈，并不是地震那个，所以有所谓的二次灾害。那透过这个瓦斯联动，它就可以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那第三个，我们来谈这是火灾系统。那各位，我们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就是台北医院那边哈，这个台北医院的护理之家，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火灾事件。那其实这里面有2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火警延误通报9分钟，第二个是防火的门，防火门并没有正确的关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能够透过一些 AIoT 的系统，能够帮这个所谓的住户或者是这个护理之家做一些防范的话，其实很多悲剧是可以被避免掉的。我们下面简单来看一下，像最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好乐迪对不起，是那个钱柜 KTV， 它也是因为它的消防系统被关闭了。关闭以后呢，这个消防系统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导致火灾发生的时候没办法发挥正常的功能。那我们想想看，如果这些设备在被关闭的时候又没有人知道的话，那后果就非常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就研究的这4套设备如何来防范它，不要让它被关闭。所以我们开发了下面的这个系统，叫做防火的监控通报系统。这个系统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把跟消防有关的，不管是消防泵浦、防火铁卷门，或者是自动洒水设备，如果任何一个设备被关掉的时候，它及时都会通知到现场的防火管理员，不管是用简讯，或者是用 email， 或者是用我们大家所流行的 LINE， 都可以随时收到通知。另一方面，它会把信号送到我们的管制中心，由管制中心来做2次的 double check， 免得当防火管理员刚好在忙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我们的管制中心可以做第2备援。那这是第一个是防火监控。那第2个就是我们再把大楼里面的火灾受信盘连接到所谓的火灾自动通报装置，直接通报到119，就不会发生像台北医院的护理之家，它延误9分钟，这影响到救火的效果。它当火灾发生的那个刹那，只要火灾受信盘收到信号，它马上就能够直接透过这个119的火灾通报装置，直接通知到119，而且119那边会直接知道是哪一个地方所通知来的信号。那透过这个整合，将来还可以知道是哪一个楼层或是哪一个地点发生通报。我想这是一个针对这个防火系统里面我们开发的一个整合的系统，把防火跟防火有关的监控加上防火自动通报，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以后，同时送给我们的管制中心，跟同时送到119的勤务中心，达到一个双重备援的效果。那这对这个生命财产的保护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智慧防灾里面还有包括我们从社区来看，包括电梯常常地震来的时候电梯就被锁住了，或者是电梯故障的时候人员被带在里面，这个都属于在智慧防灾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目前我们就提供的这个所谓电梯受困的紧急通报系统，因为有时候大楼管理员不一定在位置上，当我被受困在电梯的时候，只要一按下紧急按钮，它可以及时跟我的管制中心通话，我们马上可以做一些对应的处理。因为我们的管制中心是1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而且一直都是有人在。那第2个就是我刚刚说过的火灾警报通报装置。社区里面的社区常常也是一个现在需要特别注意到火灾的地方，所以火灾通报的时候，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生的话，会是最好的。那第3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瓦斯跟一氧化碳这样的系统也是一样，可以联动出来，然后直接通知到大楼的管理员，甚至可以通知到我们的管制中心。那第3个就是屋土屋土大家的理解就是什么？就是1楼顶楼的部分。常常有人出去顶楼外面，结果风一大，把那个太平门给关起来了，结果人被受困在这个
最顶楼的部分，这个时候它也有一个通报的系统，可以直接通知到管理员那边，可以做一些必要的防范。那再来就是现在大家所关心的空气污染的问题啊，有关 PM2.5。那现在因为政府也装设了非常多的 PM2.5，那我们这边以社区作为一个范围，就是在你的社区范围内，如果 PM2.5超标的时候，它可以事先发出一个警告，通知你，你今天出门可能口罩要戴好一点点啊，或者是你要不要晚一点点再出门。好，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水位侦测系统，就像刚刚我讲的，在地下室里面有装感知器，可以防止淹水的发生。其实像这样水位侦测系统也已经应用到一般的公共区域，像地下道啊，前一阵子淹水的时候，那车子都不小心开到地下道里面去。那透过这个水位侦测的系统，我们其实就不用再派警方到现场去拉封锁线了。当水位侦测到高水位的时候，自动的放下闸门。可以防止这个人车再被淹到地下道的情况再发生。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对于智慧防灾的一些简单的说明，谢谢大家。